OK 了，兄弟们，正好大强老师这个调整一下镜头，这个魔魂制的放大102它到手了，所以今天呢，秉持着相对客观、相对公平、相对这个公正的原则，我把我手里之前买过的2个 KO 都拿出来了，分别是这个魔魂制，然后是这个 QT01啊，黑曼巴出的那个，还是出版的，上面是银漆枪铁射腿的这个版本的102啊，拿出来对比一下。那首先当之无愧的还是正版，兄弟们，这个目前正版的102价格并不是很贵，二手的价格的话大概就是100出头，你要是运气好可以买到90甚至80块钱的102，那当然估计是合说是没有了。你们想想，兄弟们啊，利好孩之宝，利好正版玩具，你现在90块钱100块钱购入这个 SS102，过1-2年到时候200 300，想想围城擎天柱，想想地出擎天柱，想想 SS32 SS 这个05是吧？大涨特涨，兄弟们，利好孩之宝啊！重仓建议现在就火速购买正版二手玩具，好吧？那想买102的估计也买完了，这个正版的就不用我多说了。优点就是它是正版，然后材质啥玩意儿手感贼好。那缺点呢就是载具坐半拉，但那个车尾实在是，这不正好我俩正版的，你看吧，这车尾做成什么勾巴东西了都。哎，不过这个正版也是。然后给玩成什么勾巴东西了，然后再讲这个黑曼巴的啊 QT01，虽然这期主角呢是你魔魂制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把这剩下俩讲完就全讲你挺好的。这黑曼巴这个版本呢，材质不算烂，就是硬。正版的话稍微能感觉到有点软，就是它的材料是有韧性的，很润。那这个东西呢就多少沾点干柴烈火，贼拉硬，然后玩起来呢贼紧啊。但是好消息是材质确实还不赖，除了这个腰确实有点松，就腰这个它这地方毕竟没有什么明确的卡扣位点嘛，所以它这个腰松，别的腿啥的玩意儿的倒是蛮紧的，这个关节是没毛病的。那代价是什么呢？代价就是它贼紧，而且变形体验极差无比。这东西目前的价值就是正版特别贵的时候买回来解一下手瘾，放纵一下自己的手瘾。算了，我不念了，再念越念越奇怪了。那别的价值没有了。接下来呢就是你魔魂制，本来我对魔魂制这个厂子嘛就不太抱有什么希望，毕竟他家出的这个刀版的材料也都不怎地，而且总是脑子抽抽的，脑子缺根弦，想到什么做什么。那这一款魔魂制的102呢就属于是发病了啊，这个欢乐豆占领高地了，他做了放大，非常愚蠢的选择，兄弟们，就是他放大的这个尺寸也不是那种真的很大，它就是比正版大了一点点，所以说你放大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说你要配大师级比例我也认了，你这个放大放到最后好像谁都配不了的，那你放大它干什么？告诉我你放大干什么？我玩什么？我操！它放大完之后，我本来寻思着它放大一点，我想着它放大是要再大一点的，大一号的。它魔魂制手上这么多的配件啊！稍等啊，我的配件全倒出来。哎，那你大爷，他手上那么多配件，我寻思我给他打磨，直接回收再利用，就算这老小子有点什么逼用的。结果我万没想到啊，他这个放大呀，不按套路出牌。哎，我怎么少了一个炮啊？哦，找着了。哎，他这个放大他不按套路出牌，他就放大这一点点。我想打磨都有点难，因为它放大的太少了，我稍微一磨它比正版小了就难受了啊！我们这里直接简单做一个对比，这是它配件多给的这个大枪，这是正版的5毫米插口，我们发现它其实只大了一点点，也就是说我打磨的时候多磨一点完蛋，少磨一点插不进去。你有病吧？你放大一点，我还能稍微画个线，稍微磨一磨。它所有的配件都是只大一点点，包括它这个玩具也是只大一点点，太傻逼了！你这个真的没法喷的。无语，这是典型的 KO 放大心理，受不了一点，我有抑郁症。你包括我特别馋的这个小卫星那个配件啊，也不能用。哎，你妈，很气，很急。哎，我现在贼急。那 OK， 这个配件啥的也看过了啊。这个目前来说，怎么外面有小孩在叫啊？我操！这个目前来说呢，就是这两把枪回收再利用的这个可能性更顺利一点。因为我这里只需要填一点蓝丁胶啊，它就可以插给正版用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如何啊？到手还没试过，还没大概看一眼。
这个尺寸呢是有点大了，有点大了，大概这么大，啊还行，能用就行，能用就行。那 OK， 这个配件啥的也看过了，最后一个配件呢，就是这个没什么屌用的，载具形态下用来高低遮挡一下空洞的，不是说遮挡一下空洞的东西，就是提升一下载具完整度的玩意。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目光放回魔魂制本身，它的关节非常的松，这一点让我很奇怪。明明这个东西材质没什么问题，但它关节确实是松的离谱，像尸体一样，就真的像尸体一样。但是呢，它的材质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，就是烂是挺烂的，但也没那么烂，也挺有分量的嘛，就是松的有点玩不了。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购买这个东西，我已经上过一次大当了，希望其他玩家不要再上这个逼当了，你不要赶急的给这傻逼厂子送钱了，我只能说，他妈的哪来的？你为什么要做放大啊？我操，你放大你好好放大行不行？你就放那么一点点的，你放什么？你放羊吗？细节刻画的这个也还是不太行。如果说正版是我们拿正版来做标杆的话，这个魔魂制的细节就是肉，很肉的那种，甚至于我觉得它的这个细节，它的细节刻画还不如这个叫什么黑曼巴 K 的这个好一点。它至少黑曼巴背后 K 的这个细小的东西，它至少去做了，虽然肉，但是它做出来了。魔魂制这个的就是直接摆烂了，它里面一些细小的东西压根没做，所以我怀疑它都不是拿正版翻模的，它会不会是拿他妈 KO 翻模的？它就尤其是我们来看这个面雕的细节维度就能看到，这是盗版的头雕，细节基本上都能看到，但是肉，而且有点毛边。然后这是正版的脸，就是标准答案，细节贼多，稍微有点肉。这他妈是魔魂制的头雕，已经啥也看不见了。大致能看到这个擎天柱的轮廓，连眼眶都崩了，所以真不是我开玩笑，兄弟，你这个他妈的不会是拿别人盗版玩具做的翻模吧？你甚至不愿意拿正版翻模吗？你是神人了。那可动性方面呢，也不多做展示了，反正102就是这么个东西。我们接下来得展示这款魔魂制的变形吧，毕竟它还是有点改动的。就比如说这个地方，这个它官方这个不能动的啊，这个地方不能动啊，官方他妈在这个地方都做出来这个打轴的位置了啊！你自己看这个圆盘凸起，你再看这个零件所在的尴尬位置，很难不怀疑孩之宝原本是准备把它做成会动的零件的。但不论如何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它卡在这里也不能动。然后魔魂制呢做了一个能动的，但是没有给明确的卡扣，它人形态就只能放到这儿。轮子的改动呢我很喜欢，但是鉴于它放大了，而且玩起来贼难受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什么能加分的项目。就他用了双并排轮，用的是双并排轮，比这个官方的看着要好一点。OK， 别的人形态也看不出来啥了，那咱们直接开始变形吧。它这个变形体验很屎啊，很屎！我感觉最近这2年已经没什么盗版玩具，它的这个变形体验能做的让我觉得能接受的程度了，好多都已经是哇贼垃圾一坨。你要知道往前推个4、5年前，是吧？那些个盗版，就微将还在的时候，那些个盗版至少变形变的时候没那么难受。我怎么感觉最近出的这些个盗版变形体验越来越差了？真是的，国家怎么我们变形金刚盗版玩具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跟这帮重置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做得好翻模？卡卡下令吧，你自杀吧，卡卡，就不用我亲自动手了，你自己出虫射日吧。可能给我就是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。国内盗版做的不太行啊，不太行。所以我说实话，我昨天看到那个叫什么KO 的 SS86 擎天柱之后呢，我就有一种不安感觉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我感觉他到时候做的很烂，尤其是第一个出的那个，可能做的差强人意，不，甚至都不是差强人意了，可能有可能端上来一坨工业垃圾。所以希望这个盗版做的别太烂，至少大祥老师手里还没有玩到过正版的 SS86 擎天柱呢，他一时半会儿估计也不会降价了，所以我真的很期望这个盗版做的还行，至少老子玩一玩，玩玩这玩意儿到底咋样。那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魔魂制是吧？你就看这
屌把玩，你就看这个屌把玩，它身上的关节都是松的，这个体验就让我想起来我前2天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？那个加乐皇出的那个东西了，也是变形的地方松了一逼，关节呢也没多紧，玩起来呢就是一坨稀饭。你说你这种把玩，你玩具做这种把玩，你不就找骂吗？是不是？你就是找骂，这个恶心的很。OK， 我们这里折一下，哎，变错了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我这个手？哎你大爷！哎，这零件，这还能变到里面去 ？OK， 这样就好了。你看到还真的很松啊，又松又蛋疼，愁人。这体验是真不咋地，所以千万不要买啊！千万不要买。这大翔老师这是没有任何背板过的啊，绝对直观，第一视角开箱玩的这个比亚的盗版玩具。操！哎，要不说昨天玩的那个叫什么？你蛇哥黑曼巴好掉零件啊，牛逼！要不说你蛇哥不愧是你蛇哥，微将蛇哥这2家 KO 是吧？你别的不说，至少人家一堆人家也做狗屎是吧？2家都能做出来什么超级臭狗屎盗版玩具，这个你看这零件他妈又掉了，这我没法说的。但是你不能说人家做不出来好盗版是吧？你毕竟黑曼巴还有那个叫什么？想想啊，容我三思啊！老子玩黑曼巴实在玩的少，但是我之前确实玩过，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，我踩雷的经历也挺深刻的，改天他妈聊一聊为什么老子是铁血关狗这个事情。题外话，我们继续说回来，我他妈脚忘塞进去了，光顾着说话了，对不起。这个黑曼巴和微将的话，微将的玩具有一说一啊，微将的盗版一直以来都水准都还是蛮高的，虽然有各种各样什么细节缺失啥的，但是天下盗版都一样，你哪怕是最高规的纯 KO 都有细节缺失，这个没得治的。但是人家微将的这个材质啊、手感，然后包括一些细节上的处理，就比我举个例子，微将当时出那个 T80 KO 略微放大的那个 MPM08 威震天的时候，就是其他所有的盗版啊都没有做那个软胶的腿，但是微将就是按照正版是什么零件，我就是按什么零件做，然后做到最后那个腿啊，就是该用软胶的地方全上了软胶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别人上合金的时候，微将他妈不上合金，傻逼，活该死，活该进监狱。微将不知道进监狱没？没进监狱。对不起，安哥，说的不是你，你做的是黑苹果，我不是有意 diss 你啊。毕竟你现在也出来也转正了，安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那黑曼巴就属于是什么？尬改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妈的，当时活着吧，在群里面说什么？说啊，我们改的黑曼巴横炮移除了爆甲形态的双枪，为的就是你们把玩的时候体验更好。我们觉得那个双枪太影响载具了。你算了，我当时已经骂过了，直接骂到被踢出群聊了。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变完了啊，这载具形态可以看到改的其实还不赖的。就哪怕我不装那个零件，这个东西就已经有点老子刻板印象里面那种现实里的车了。当然这里少了块挡泥板是有点难受。这里的话，我们把这个零件给它装上，就这样往上面一扣啊，简简单单一扣 ，OK 搞定了啊，是吧？完成度上去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把玩体验太差了，而且它不是经典的尺寸，我留你干嘛呢？只能说图一乐，哄小孩还行，不，我觉得哄小孩都不好哄，哄小孩又嫌太小了，不够大，好吧？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！喜欢的观众朋友们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